你知道零食封口有哪些方法吗？拆过封的零食其实也能够密封保存的，方法比较简单实用，家里的零食再也不怕反潮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林家美食。经常听朋友们说，自己心爱的零食不是变潮了，就是变味了。吃着好的时候随口一夹，便是脆脆的，下一次吃就变软了，一点口感也没有。那么开袋的零食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保存？今天分享2个方法，特别的实用简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徒手密封技巧。我们把没有吃完的零食放在桌子上面，把袋子给它铺平一点，再从我们的袋子开口处往下面折几次，折好之后再把这个两边的内折完成一个小角，顺着袋子翻到这个反面，往下面折一次，折好之后再从里面向外面翻，这样我们的零食袋就会密封住，也比较牢固，潮气不会进入到袋子里。很多的时候在家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买了我们的一些零食，吃着吃着没有吃完，第二天吃就会潮。你可以用这个方法，还是非常不错的方法，能够把我们的零食袋包裹得很好，吃的时候也不会受潮的。第二个方法就是用家里的电饼铛。首先把家里的电饼铛预热一下，再把我们需要封口的零食向下对折一下，大概是2厘米、3厘米。等到过热的时候，再把我们的袋子放到电饼铛的中间的位置，盖上盖子，大约只要压3秒、4秒、5秒就好。压的时间不能太久，如果时间比较久的话，零食袋就会被焦掉，因为是塑料口的嘛，所以就会融化掉。烫上3、4秒即可，这样我们的零食袋就能够完全的封好口，而且密封的严严实实的。这个方法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你也可以试一试，简单又实用的。上面这2个方法都是零食拆好口了不怕回缩的一个小技巧，方法简单实用的，可以试一试。很多家庭中小孩子都爱吃饼干，饼干开封之后没有吃完，长时间的放置空气中容易受潮，也会变软的。那么你知道吗？受潮之后的饼干到底该如何的变脆？再分享几个饼干受潮之后变脆的方法吧。第一种方法就是冰箱的冷藏法。饼干变潮的原因，因为吸收了很多的水分，在水的作用下失去了原本的一些脆性，而冰箱冷藏就使我们的水液态变成了固态的结晶的过程中，从饼干中分离出来。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把受潮的饼干密封好，放进冰箱的冷藏室里面，冷藏几个小时之后再去取出来，这个时候的饼干就可以变脆。第二种方法就是烤箱的烤干法。这种方法适合家里面有烤箱的朋友们，能够通过了烤箱受潮的饼干中的多余水分去烤干的，而且烤的时间只需要2分钟就能够使饼干恢复酥脆的口感。要注意温度不能比较高，容易把饼干烤糊。第3种方法，微波炉的烘干法。这种方法适合家里面有微波炉的朋友们，把它受潮的饼干变脆的原理同烤箱类的，像是把水分烘干。具体操作是把饼干放到盘中，再放到微波炉里加热2分钟取出饼干，如果饼干还是软的，继续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，直到饼干酥脆之后再拿出来。这几个方法把饼干受潮速度的加热，这样能够使饼干更脆，这来口感会更香的，特别的好吃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吃零食是我们的快乐源泉。打开零食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小小的白色的袋子，
里面的白色颗粒是什么？其实这就是食品的干燥剂，它是由硅胶、生油灰、氯化钙、氧化铝等物质的精心制作而成的，目的是为了吸收空气中的水分，可以保护零食不受潮，使其美味的口感。虽然它不能够使用，但你不要小看它的，它在生活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妙用。通常我们会在享用完零食之后，顺手把我们的干燥剂连同包装一起丢掉。其实这个小小的干燥剂有着很多意想不到的妙用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干燥剂的小妙用吧。第一个妙用，可以去除鞋子的异味。对于那些经常出汗的、每天要穿鞋脱鞋的朋友们来说，鞋子内部的潮湿异味一定让他们感觉到特别的困扰。干燥剂还能用来去除鞋臭，只需要在鞋子里放几包干燥剂，放置1个晚上，第二天再把干燥剂拿出来。我们穿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了鞋子的异味已经都不能全部失掉，像这样还是不错的，鞋子臭味也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感觉。干燥有效地吸收了鞋子内部的湿气和异味，可以让你的鞋子保持干爽的状态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干燥剂的作用原理通常基于是物理的吸附和化学的吸收。物理吸附型的干燥，如硅胶、蒙脱石，通过自身的多孔结构吸附了空气中的水分子。化学吸收型的干燥剂，如生石灰、氧化钙，会与水发生了化学的反应，生成了氢氧的化钙，会达到了干燥的一些目的。妙用2，防止粮食受潮。家里的五谷杂粮如果没有保存好，密封之后，我们在处理受潮的地方呢，必会变一些滋生的一些致癌的物质黄曲毒素。如果使用对人体伤害非常大的，家里面的粮食比较多的，为了防止粮食受潮，可以将零食袋装放到干燥剂里面，放入零食中。干燥剂可以吸附空气中多余的水分，能够保持空气的干燥的，这样五谷杂粮就不会受潮发霉，可以延长粮食的保质期的。妙用3，防一些的家里的衣服的潮气。我们也都知道，家里的衣柜特别的潮湿，尤其是南方的天气，经常会有梅雨天气，我们的衣柜里面的衣服容易长霉，而且容易发潮变味儿。柜子里面比较密封的环境，这个时候很多人会买一些防潮的东西放到衣柜里。其实我们不需要花钱，直接去买我们的干燥剂，用这个方法就可以。如果家里的柜子比较小，我们可以放上1、2包，如果柜子比较大，大家可以多放几包，这样能够更好的去除衣柜里的潮气。放进去之后，我们的衣服不容易发潮的，也可以省去了一笔买其他的防潮的东西的钱。妙用4，解决手机受潮或者是进水的问题。平时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，可能会不小心将水弄到了手机的充电孔，或者是我们的耳机的充电孔。有的时候去游泳、洗澡，把手机拿出来放到旁边，也有可能导致了手机出现受潮的情况。手机受潮或者进水之后，应该把手机送到店里去维修，但有的时候因为一些问题可能不太方便，如果不及时的进行处理，很有可能导致了出现了更严重的损失。大家会遇到手机的受潮进水，来不及修的时候，可以选择我们把干燥剂和手机放到一个密封的袋子里，这样食品干燥剂具有很强的吸水性，所以能够吸收了手机当中的一些水分。如果手机只是轻微的受潮，那么使用这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手机里面进水比较严重，使用这个方法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，能够减轻了手机的受损情况。同样的道理，在家里面其他的电子产品进水之后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处理的。以上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零食受潮的保存方法，
朋友们都学会了没有？还是非常不错的吧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